婚礼现场上，新娘接了个电话，扔下婚礼直奔厕所，在马桶中一通摸索，几个零件瞬间组装，婚纱配大狙，美，太美了。可就在新娘准备扣动扳机时，她吓了一跳，目标居然是她的前夫老申。这是新娘这辈子第一次失手。小时候，她亲眼目睹了父亲被仇家杀死，她强忍着悲痛，可仇家还不罢休。仇家没杀他，却把他当成了赚钱的工具。就在这时，老申从天而降，他是来杀这变态客人的。客人一声惨叫惊动门外，有点意思。老申是杀手组织老大，看小小年纪的他冷静狠辣，于是把他带了回去，还把仇家的小弟抓来当教学工具，一边培养一边帮他报仇。10年朝夕相处，长大后的女人成了组织最优秀的杀手。这天训练，所有人绑着沙袋扔进河中，很快所有人都上来了，唯独女人不见了踪影。老申一个猛子扎下去救人，上岸直接开始人工呼吸。可就在这时，女人调皮一笑，原来她是装的溺水。已经爱上老申的她也就此确信，老申也对她动了心。两人约定从此远走高飞，但女人还有心愿没了，报仇。他单枪匹马杀到仇人家里，仇人满脸是血，痛哭求饶，女人步步逼近。可就在这时，女人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仇人看着她的脚，又拎出了当年的锤子。可玩够了的仇人却说，女人的爸爸不是自己杀的，那是谁？仇人刚要开口，背后却传来动静，一个小弟出去查看，下一秒再走出来时，直接脖子飙血死透了。老申再一次从天而降，一枪一个弹无虚发，最后跟仇人同时拔枪，趁仇人走神的一瞬间，老申率先开枪。女人被救出来后说，尽管这不是真的仇人，但现在自己已经放下了仇恨，只想跟老申在一起。两人很快结婚，金盆洗手去度蜜月。但老申接了个电话，说兄弟被抓了，他必须去救人。可女人再次见到他时，已经血肉模糊，面目全非。兄弟说，老申暗中查到了他的真仇人，派自己去报仇，没想到自己被抓，却把老申害死了。新仇旧恨，女人彻底怒了。接下来这段长镜头，当年刚放出来时，很多人还以为是游戏。女人套住对方老大的头，拽住绳子破窗而出，一个帮派就此覆灭，而女人也被警察团团围住。再次醒来时，这是哪？不像是监狱，反倒像是医院。但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医生和护士们都戴着防毒面具？韩国有一个秘密基地，只关押最凶险的犯人。女人杀光一条街才被送到这里，但万万没想到，送进来的第一步却是整容。女人假装晕倒，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杀了出来，但刚跑2步，她就愣住了。有人在学芭蕾，有人在学厨艺，这里好像是所技校，而学员无一例外都是女的。还有人兴致勃勃地看着她。女人挟持人质，继续闯进化妆教室。短发女说自己知道路，还求女人带自己一起走。两人来到天台，短发女说唯一的路是跳过去。看女人不信，她第一个冲了出去。此时追兵赶到，女人只好扎了人质几刀，跟着也跳了出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原来这是韩国的美女特工基地，而短发女正是这里的负责人兼教官。他们想招募女人，只要完成任务就给她安排最好的生活。女人还想反抗，教官默默拿出一张 B 超，原来女人已经怀了老申的孩子。为了孩子，也为了给老申复仇，女人开始配合训练，不管是格斗还是枪械，女人永远第一名。教官非常满意。转眼女人生下了女儿，也完成了所有考核。教官给她安排了新身份、新住址，一边生活一边暗中接任务。搬家当天，有个男的一直用烂梗搭讪，什么哎呀你也刚搬来，好巧啊之类的。充满戒心的女人没搭理他，还反手给教官打电话查他底细。教官说没问题，这人2年前丧妻，最近刚走出悲痛，卖了房子重新生活。女人这才放下戒心。不过男人对她确实很好，看她带孩子不容易，还会拖住公交司机等她慢慢赶到，买菜购物，总跟男人不期而遇。最要命的是，女儿还特别喜欢他。一辈子刀口舔血的女人，从没有过这么温馨的生活。一次演出后，2只寂寞的手悄悄碰在了一起。
可好死不死的，这时女人电话响了，是教官打来的，有任务。她只能委托男人照看女儿，匆匆赶去任务地点。这次的搭档是她在基地最好的闺蜜，两人使出美人计，目标很快5迷3道。女人偷到手机，谎称去厕所，立刻用法簪转移了数据。可回去时，为了救闺蜜，女人假装归还数据，一番打斗，目标重伤倒地，她带着闺蜜赶紧跑，没想到目标没死透，闺蜜拼死救了她一命，自己却身受重伤。女人把她带到接应点，让教官赶紧去医院，可教官却冷冰冰地说：“回基地处理数据。”女人突然意识到，对组织来说，特工就是工具，人命没有情报重要，而自己也随时有可能被组织牺牲。那总得有个人能真心真意地照顾女儿吧。她想到了男人。回去后的女人就接纳了他。第二天，她跟教官打报告，说自己要结婚。教官叹了口气：“你们怎么都这样？”他同意了婚事，还替女人花钱雇了一大堆亲朋好友。没想到婚礼上来任务了，女人一袭婚纱，一杆大狙，准心死死套住目标的人头。可就在这时，目标一回头，我靠，这不是老申吗？女人失手了。回到婚礼时，女人看着眼前的丈夫，满脑子都是那一晚老申血肉模糊的脸。难道真的是自己认错了吗？而捡回一条命的老申也立刻派人查当天的婚礼监控。女人整容后，她当然没认出来，只是本能的觉得好熟悉。而这时小弟也终于查出来了，女方的宾客全是花钱请的演员。老申点点头，猜得到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弟接着说：“신랑쪽도 재혼인가? 그쪽도 죄다 하객 알바들이。”趁男人去打电话，老申见到了女人。尽管女人已经整容，但他还是凭借眼神认出了对方。女人说自己现在爱的是男人。老申收了枪，默默离开。可第二天，女人就收到老申寄来的录音。原来男人是教官派来监视他的，什么情啊爱啊，至少一开始都是假的。这时教官也发现了他和老申的秘密会面，教官警告他赶紧完成任务，别忘了你还有女儿呢。撕破脸后居然拿女儿威胁自己，女人极端失望，一气之下通知了老申，有人要去杀你。前去暗杀的同事还没出门就被抓了，组织自然怀疑到了女人头上。可就在他要被带走调查时，一辆摩托迎面撞来，车手抬枪就射，大批同伙前来接应，教官趁乱逃走。女人这才看清是老申专门来救她。可得救后的女人却说坏了，女儿。她赶紧跑回家，可刚到楼下，男人临死前依然紧紧抱着女儿，但女儿还是不幸逝世。女人一怒之下杀回基地，质问教官为什么赶尽杀绝。教官没回答，而是打开了监控。原来凶手是老申的兄弟。男人警告他，女儿其实是老申的孩子。这时老申电话打来，男人拼命大喊：“这是你的女儿！”短暂的沉默后，兄弟挂了电话。没多久，兄弟在隔壁阳台看到急匆匆赶来的女人，邪笑着按下了遥控。为什么老申能对亲生骨肉下此狠手？女人愤怒地去找老申报仇，再次化身复仇恶女，一脚油门直撞进老申的窝点。几个杂鱼根本不是对手，而老申早就在楼上等候多时。枪口之下，老申说了句奇怪的话：“什么意思？”女人不想听他解释，扔了枪换了刀，她要替女儿报仇。两人从房里打到窗外，从空调外机打到地上。老申渐渐吃力，被小弟们救走，而女人也被汽车撞飞。剧痛之下，她还是没忘记复仇。她坐在引擎盖上，背手开车，飞扑到公交车上，手起斧落，干掉了几个小弟，却被老申压着打。女人一狠心剁了司机的手，公交瞬间失控，狠狠撞翻。面对复仇的斧头，老申终于说出了真相，原来当年的杀父真凶就是老申本人。所谓的仇人只是他买的杀手，这就是为什么仇人见到他时会愣住，也是为什么他那么着急灭口的原因。但这也让女人知道真凶另有其人，于是她嫁祸给死对头，再制造自己死亡的假象，引诱女人前去灭门，一箭双雕。他本以为女人死了，没想到却被特工组织招募。重逢后，老申还在想着怎么利用她。知道真相的女人从此不再相信任何感情，成了彻彻底底的恶女。好了，我是肉叔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双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